这样的扫拖机器人非常多种，那它的功能也是琳琅满目。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呢？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发现了，在我们工作室这边，光有扫地机器人其实是不太够的，偶尔呢还是会有一些污垢卡在地上，还是需要用湿拖的方式来解决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在寻找那种扫地拖地合一的这些机种的时候，发现虽然很多功能听起来类似，但是在你实际去使用它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有差距的。那其实呢，在我尝试过可以自动集成的扫地机器人之后呢，在寻找拖地功能上呢，自然也希望找那种有自动清洗拖布的机种。有些方便性呢，是你习惯之后就很难回得去的。但是扫拖机器人品牌之中呢，Ecovast 科沃斯应该算是以目前台湾品牌里面来说呢，它的机种选择是最全面的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也是因为这个是由联强所代理的品牌，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些售后服务的问题。那在我的需求上呢，我最后挑选的是这2台。好，那这边其中一台呢是他们的 Angel Plus， 那另一台是他们的 T10 Turbo。那你光看它的功能表上面，看起来好像它们功能都蛮类似的，同样都有扫拖结合在一起的功能。那同样呢，也有自动清洗拖布的基站。那到底各自的特色为何呢？让我们来一一的介绍。那我们会从工件测量啊、避障技术、吸力，还有拖布清洗、吹干的这些比较方式，用我们亲身测试的体验来跟大家分享。那首先呢，他们开箱的体验算是非常类似啊，2箱都还算非常的重，因为这2台都是有包含自动清洗拖布的基站嘛。那在摆设好之后呢，就是进入设定的这个行程。那其实设定上面非常的简单，你就下载它的 App， 然后跟随它上面的步骤，基本上不要几分钟就可以设定完成。那下个步骤呢，就进入到建立地图的地方。那首先在 Angel Plus 这一台呢，它建立地图的方式是需要用吸地的功能，在你全家先吸过一次的方式来建立啦。那当然以往很多机种都是这样子，但是到 T10 Turbo 的时候，整个设定的过程非常的简单。那因为它有更先进的建立地图技术，以我们工作室来说呢，大约5分钟上下就整个建立完成。但当然也会依照你家中的情况跟摆设而定，可能会有点差距。那在 T10 Turbo 的设定画面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建立多楼层的地图。可能有些观众家里是住透天的房子，有多楼层需要去使用的话，这台在这个功能上面就会更加的方便。再来呢，在吸力的测试中呢 ，Angel Plus 它在数据上面是2200%，那在 T10 Turbo 上面是3000%。那以我们工作室的环境来讲，可能最常需要清理就是地上的一些咖啡粉、咖啡豆什么等等。那这2台在清扫这个部分的时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呢 T10 Turbo 它除了吸力稍微比较强之外呢，它在前面又带有这个双主刷的设计。这种时候在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比较容易被推动，这些小灰尘啊，或是咖啡豆的情况下，就比较不容易去把这些东西甩到旁边了。但我必须说啊，以这2台的吸力跟功能来讲，在一般家庭使用上都是非常的足够。那认真比较的话，因为 T10 Turbo 它不管是在避障技术啊、空间判断上面都更加的准确，因此呢，它在行程规划上也会省下不少时间。那然而 Angel Plus 受限于它的避障技术并没有那么强，那尤其是在光源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它的表现就会比较吃亏。那尤其你看我们工作室有深色的墙，还有很多深色的门，这种情况下 Angel Plus 误判的几率就会高一点。那因为我们工作室总面积大约40平出头，可是你要扣掉家具跟装潢，实际会扫拖到的面积大约是20平上下。Angel Plus 它在吸地的时间是1个小时43分钟，那 T10 Turbo 的话则是1个小时有16分钟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比较我现在最在意的拖地功能。在我们工作室呢，让我最困扰就是地上可能会有不小心滴到的一些咖啡渍啦，这种时候光靠扫地机器人就没有办法处理它。这一类的污垢呢，这2台都是可以很轻易的去把它们清洁掉。但如果真的有些成年污垢的话，就没有办法，你可能还是要用手去很用力的刮才刮下来。可是如果你是有固定设定，像我们现在开始设定每个礼拜去扫2到3次的话，那你也不太会碰到会有这些成年污垢的问题。那另外规格上面的差异呢，就是在 Angel Plus 它在这一台机体上面是有自带水箱的，这个部分呢是需要你去手动去加水。T10 Turbo 呢则是没有自带水箱。这样的差异呢，就是在开始进行拖地的时程的时候呢 ，Angel Plus 它可以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它拖布的湿度，但 T10 Plus 有办法去弥补这一点，就是因为可以设定你回基站清洗拖布、沾湿拖布的这个时间间隔，那它可以在10到15分钟之间自己去设定。那我一开始以为可能会因为这样 T10 Turbo 它的拖地行程会比较长，可是呢 Angel Plus 它其实也会在每10分钟自己回到基站去清洗拖布，想想也是合理，你不可能有一个脏的拖布然后一直在外面拖地，只是纯加水而已。而 T10 Turbo 呢，虽然它在可能10分钟之内它拖布的湿度没有办法维持的像 Angel Plus 这么高，可是呢像我的话，我就设定每6分钟回来清洗一次，沾湿一次。那因为我们工作室我刚刚有提到大约40多平，实际会拖地到的面积大约20平左右。那在这样的面积下呢 Angel Plus 整个扫拖行程花了1个小时53分钟，而 T10 Turbo 呢则是1个小时18分钟。那你看到这个时间跟先前
只有 CD 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距，是因为它在 App 里面，它时间的记录部分是只有记录到它扫拖的时期。当它需要回基站去清洗来回这个过程呢，它是不会算到整体扫拖的时间里面。所以如果包含这个回基站清洗的时间算起来的话，大约加7到10分钟上去就好。所以其实整体来讲还是算蛮快的。但其实也要考量到，一般人会设定这种扫拖机器人，应该都是在你们去上班啊，或者在外面的时候，把它设定开始清扫。所以这种时候，它到底多了多少时间，或是少多少时间，你们也不太会有感觉。但这个清洗的次数呢，会影响到我下一个要讲到的地方，就是你多久需要补他们水箱里面的水。那这个基站的水箱跟这个机器人里面自带的水箱是不一样的概念啊。基站的水箱它们分为2个，一个是干净的水，一个是脏的水。因为它使用干净的水去清洗它，在洗完之后需要有办法回收脏水。那首先呢 ，N9 Plus 它基站的水箱容量比 T10 Turbo 稍微小了一点。在满水的状况下呢，以我们工作室的面积来讲，N9 Plus 在一次行程完之后，它所剩的水大约就剩下1/3啊。所以你要再进行下一个行程的话，它就必须要每一次补水。那 T10 Turbo 的话，它可以做到2次完整的扫拖行程。那所以呢，当两者都设定在每10分钟回基站清洗一次的情况下 ，N9 Plus 它会比较常需要容易换水。第一当然受限于它水箱的体积。那么刚刚有提到嘛，两者在这个避障跟空间的这个侦测技术上面还是有点差距。自然 N9 Plus 它在行程规划上可能会走的稍微比 T10 Turbo 多一点，它的耗水量还是会比较高一点。那再还有另外更有感的地方 ，N9 Plus 它把你拖布用干的方式是用冷风吹干的方式，而 T10 Turbo 呢，它是使用热风烘干的方式。那它可以设定烘干2个小时、3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。那你现在台北夏天的这个温度啊，还有我们公司平常其实都会开冷气的状况下，其实2个小时是完全烘得干的。就算到了冬天和雨季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可以把它设定4个小时，它一定会烘得干。那再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，这2台都有可以让你放水去清洗它下面基站的一个功能。那你在按下这个功能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把扫地机器人退出来，然后放干净的水在它基站下面。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用它内附的这些刷子去清洗它基站的底座。那你清洗完之后，它有自动把脏水吸回去，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自动。那整体体验下呢，其实2台扫拖机器人的表现都算是非常的好。那在 N9 Plus 呢，大部分人需要的基础功能它全部都有，所以一般家庭基本上都已经够用。但是 T10 Turbo 具备了更多智能功能在里面。那除了我们先前讲到更好的避障技术啊，还有空间侦测等等，它还支援了目前最顶级机种的 X1 Harmony 的 Eco 语音助理功能。那这个部分可能对一些家中长辈不太知道要怎么去开启 App 操作 App 的这些操作方式来讲，语音助理当然是多了一个方便性。那另外一个呢是 T10 Turbo 它前面的镜头也有支援监视功能。那它 960p 的星光镜头除了在避障技术上面加分之外，同时也能充当监视器使用。那你可以透过 App 来操作，可以看到家中的状况。那种对家里可能有毛小孩的人，想要用这一点去看一下现在家里的情况来讲，它就是多了一个方便性。那甚至如果你要直接跟它语音互动啊，直接使用它喇叭跟麦克风去做沟通的话，也是可以。那当然，这些智能功能可能不是大家对扫地机器人期待应该有的功能，可是我觉得有了它，至少是多了一个方便性在。那总结来说呢，我觉得 N9 Plus 它的表现也不差，但实际体验下来呢，其实 Turbo 它的这些附加功能对我而言是更实用的。就以他们2者现在目前的差价来讲啦，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些进阶功能啊，你觉得我以上分析的这些额外的功能对你而言是有用的话，那我蛮推荐你就直接去买 T10 Turbo， 因为它光是跳一个世代的避障啊，还有空间检测技术，这个部分在体验上就差很多。那它在实际扫拖的过程当中也会省下不少时间。那其实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多花一点点钱可以让自己生活更轻松，然后更省时的话，不论你是有更多时间要用来休息啊，那或者是要用来赚钱，觉得都算是合理的投资啦。好，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。那关于这2台的购买链接，我会再放在下方，大家可以再去参考咯。OK， 好，那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了，拜。